忘不了农场就在眼前，山上各种蔬菜瓜果，真的是很美。之前这忘不了主要是针对于阿尔兹海默，针对于认知障碍。那这次其实也吸纳了一些其他类型的老人来，我们把这些老人召集到这儿，让他重新开始胜任起一份工作。这是对肝脏好，1、肝字儿2、3、4。肖奶奶非常积极的，充满能量的，也比较强势。陈奶奶很温柔的，酸菜做的很棒，也叫泡菜奶奶。沈爷爷是山东爷们儿，有时候些许有些小莽撞，也很可爱。战爷爷可能跟沈爷爷性格不太一样，但是两个人已经成了一个很好的海尔兄弟，一唱一和的，很有意思。爷爷，你犯了个小小的错误，你是不是应该补偿一下？不用，他们已经谅解我了。佟丽娅平时是一个挺大大咧咧的一个女孩能张罗，就说她是个社牛，你知道吧？赖万英子平时自己也很新兴人类，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。朋友们啊，今天非常的有幸在这里给我们给老人们带来很多新鲜的感受。我自己也是一个阿尔兹海默病的家属，父亲是，母亲也开始有一些慢慢收缩的，不仅仅是他所面临的病症，他整个的生活都在收缩。有的时候会感觉到那种无能为力的那个挫败感，不知所措。所以说一开始有这个节目提议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好。大概前前后后我们经历7000多位老人，每一个老人都做过家访，做过调查。今天有可能你看到只是一个行动有些迟缓，目光有些呆滞那些老人，这些人曾经的青春，有的人高学历学霸，有的人诗意盎然，弹得一手好琴。人生就是一个抛物线，有高潮有低点，到了一定的阶段，有些事情是必定要面临的包括衰老，包括死亡，但是怎么正确的去面对它，这是个问题。从这集开始，我觉得可能应该给大家更多的信心跟阳光，让老人往更好的状态去。给大家说，我们有科学院的一些专家来，他们对这件事情很肯定，很大的一个社会性的实验，就是一个大实验室。他要分析事情，处理事情，然后通过努力得到别人的认可，就是要调动起他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个曾经已经放下的那些积极性，重新参与到生活里边来。想去远方的山谷。肖奶奶在这里排解这些孤独，慢慢又成了一个小小的中心。不能不动。你没叫我买单呀，爷爷。没。战爷爷是也认知障碍相对严重。经理给介绍一下。但是在这里边也表现得越来越自信，每一个人都比之前变得更加积极了，更加开朗了。也就是因为我看到很多这样的好的结果，我这次也把我母亲也请来了。一开始其实有很多顾虑，镜头对着她有一些恐慌，我说你就去玩玩，没啥。在那个我知道。一开始都往后退，但现在开始主动过去迎接客人，慢慢的就开始把自己展现出来了。我们这次其实在很多问题的探讨上都还挺有意思的，防欺诈甚至那天我们还演了一个单元的小剧，就是没有告诉老人。这是这个理财吗？利息多高啊？利息12%多，随存随取的，非常方便。哇，老人太厉害了，差点给扭送，你知道吗？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针对爱情的问题。陈奶奶她的爱情故事，那天在这说了大概有几个小时，他们哪一天相恋，哪一天坐的火车，一封一封信，几号发的信，写的什么内容，竟然都记得。他的爱人也是得了阿尔兹海默，现在几乎已经不认识他了，但是他依然说我好幸运这辈子能碰到他，真的是让你坚信爱情是在的。这个节目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它没有先例可循，不断的在
向身边的朋友提出邀请，希望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来帮助到老人。中国社会面临着老龄化这个问题，不是说我现在年轻我就不需要管这样的事情，你回避不了。我觉得它的存在也拓展了中国整个综艺的一个维度，多了一点温度。